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很多中国人都会觉得中国很安全，这里说的中国人不只包括在中国的中国人，也包括很多在海外的中国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中国到底有多安全，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中国的新闻联播主要就是3部分，前10分钟领导很忙，中间10分钟人民很幸福，最后10分钟外国很乱。这个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有体会，中国的媒体会选择性的报道，并且还会夸张，所以生活在中国的人们觉得中国很安全，国外很乱也是能理解的。但是我遇到很多在海外的中国人，还有很多是欧美的留学生，有时候跟他们讨论中国的一些事情，他们最后就会说，我还是觉得中国好，至少中国很安全，在这边晚上都不敢出门，在中国多晚出去都不会害怕。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晚上敢不敢出门的问题。其实这个问题跟社会安全没有任何关系。欧美国家本身人口密度就低，再加上他们普遍生活节奏比较慢，一般下午5点准时会下班回家，晚上很多店铺都会关门，而且他们本身的文化就是注重陪家人，晚上的大街一般都是空荡荡的。但是中国完全相反，中国生活节奏比较快，下班相对较晚，根本原因是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各地外来人口比较多，大部分的城市外来人口能占到1半以上，外来人口不需要陪家人，下班之后不出来玩能做什么？所以夜生活比较丰富，再加上中国人口密度大，晚上都是灯红酒绿，甚至比白天还热闹，所以晚上不敢出门，就觉得社会不安全是一种错觉。在哪里天黑又没有人，都会让人觉得害怕。所以社会安全这个问题还真不能凭感觉。先来看一下数据，这个是2020年最新的犯罪率排名，中国排名第42位，在大部分欧美国家和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之后。当然犯罪率这一项指标只能反映社会安全的一个方面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国际和平指数，研究人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和大学教授。指数衡量的标准包括犯罪率、国内外冲突、政治稳定程度、暴力恐怖活动以及获得枪支的难易程度等20多个因素，可以作为整体社会安全性的一个参考。我们来看一下排名，冰岛一直都是排名第1的，前面大多数都是欧美澳国家。第一个亚洲国家新加坡排名第7，日本第9，马来西亚还不错呢，第16。看到了台湾排在36名，韩国55名，越南57名，法国60名。再往后感觉开始到了第3世界，终于找到中国了，排在第110名，周围是一些非洲兄弟。这个呢就是比较学术的研究调查，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。所以整体来讲，中国排在第110位，在全球的国家里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。所以按照国际标准来看，中国其实并不能称上很安全，更不能说比欧洲国家安全。那中国人觉得中国安全又从何而来呢？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媒体的选择性报道，还有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不同造成的错觉印象之外，我们在此引入一种逻辑谬误来解释。这种逻辑谬误叫做幸存者偏差，定义是过度关注幸存了某些经历的人和事物，忽略了没有幸存的，因为没有幸存而无法被观测到，而造成错误的结论。我认为幸存者偏差最大的解释了中国人觉得中国最安全的现象。我们这些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的人都是幸运的幸存者，投胎投得好，没有做新疆西藏人，在娘胎里的时候没有遇到计划生育被打掉，出生的时候没有遇上假疫苗，长大又没有喝到毒奶粉，读幼稚园没有去红黄蓝，在路上没有被官二代李刚撞死，去医院没有像魏则西被医死，没有掉到没井盖的下水道淹死，没有被豆腐渣建筑砸死，经历了各种天灾人祸，最后大言不惭地说着中国很安全。所以认为中国很安全的都是幸存者偏差，他们没有遇到危险就会觉得安全。就像最近发生在贝鲁特的大爆炸，国内有报道说还是中国最安全，但实际上中国年年都会发生爆炸。2015年发生在天津的大爆炸，光是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就超过了贝鲁特大爆炸。用此事来表明中国安全，
只能说给那些没有经历过大爆炸的人听了。而且中国人在对于安全的定义上也是有偏差的，中国人更多的会把不安全定义为犯罪类型的对人身安全的危害。其实在所处环境中，只要对健康和生命产生危害的，都应该属于不安全因素。按照这个定义，那中国就更不安全了。在中国，每天有4000人因为空气污染引起的疾病致死，中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全球第一，中国关押着世界上最多的政治犯，很多人因为人权、言论自由、宗教信仰等等原因被迫害，这些都是不安全因素。对于某一些特定的人群，在其他地方不会有任何问题，而只是因为在中国做同样的事却要受到迫害，那这也应该成为对安全评估的一种考量。所以整体来讲，中国到底安不安全这个问题，全球和平指数中的定位，中国处于中等偏下还是比较客观的。当然这些所谓的调查还是跟我们有些距离感，我们来讲一些实际的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个特点，就是说一套做一套。中国人嘴上说中国安全，但实际上中国人最没有安全感了。中国的居民楼有个特点，就是居民会自己安装防盗窗和防盗门，5楼以下必定会安装防盗窗，甚至高层也会有，而且家家都会有防盗门。这些东西在欧美国家根本就看不见，而且在美国，快递都是放在门口，也不会有人拿。所以说，人身安全只是安全的一个方面，还有更多很重要的因素，希望中国人不要忽视。只有面对现实，对待问题更全面，才能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好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节目，我们分析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性质，并引出了中国的战狼。网友邱毅把中国外交部2位战狼赵立坚和华春莹名字简称为奸夫淫妇，非常妙。网友 James Bond 补充了庚子赔款 4.5 亿两白银的分配比例，俄国最多，占 28.97%， 对中国最坏的一直都是俄国。网友肥永军白雍正补充了中共的流氓特性，清朝赔款的债务后来由中华民国继承，中华民国流亡到台湾之后，流氓政府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合法政府，好东西都继承，比如联合国席位，但是要他还钱，却又说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去找台湾要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，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